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92.68，收盘价是400.9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9.73，最低价是在390.8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741.02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。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上涨，上方呢是在410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400上方震荡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400.99。也就是收在了400关口的上方，留下了上影线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是略有量增。那出现这样的线形，然后呢成交量略增，说明当日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上方是遇到了压力。那日后如果低开低走，我们要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当然，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404.8，我们指的是12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它，将会有继续上涨的走势。因为这根4月9日这根 K 线这是一个高位的增量吊人线。那吊人线呢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目前股价虽然出现了上涨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它的前高，所以说日后股价如果继续上涨，收盘价必须要站上404.8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才能够也就是说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我们再补充说明，连续2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出现下影线和上影线。那么如果股价日后不再上涨，或者说是不进入深度的回档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380到410之间在这个区间内出现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，然后呢再去选择方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9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81附近。而实际在12月10日收盘价是在400.99这个位置，股价是出现了继续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在当日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都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呢是在390附近。同时呢，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，也就是没有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也仅仅是
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反弹仅仅是方向相同。好，那股价既然出现了上涨，我们继续来看，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2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。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目标400关口已经被站上。那么接下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，在414这个位置。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先来把它删除，然后在414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把图缩小之后会看到，这就是目前股价来到了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。那这个历史最高是在2021年11月5日这个地方出现的。那也就是经过了将近3年的一个周期呢，股价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位置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股价越是临近这个历史的最高呢，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压力会逐步的增加。但是以这样一个强势上涨的一个走势呢，那这一波上涨股价，我们认为股价一定是要突破历史最高的。对，好，那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414.5这个位置，然后在到达它之前，当然我们来看这根 K 线。当然，现在压力位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410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目前仍然是327这个位置。在到达它之前，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，一个关键的标志位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，在378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。进一步下行之后，只有回补这2个缺口，跌破20日均线值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27这个位置。好，那327之后，第2个目标就是309，第3个目标是239这个位置。这是股价的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，在390附近。那在12月10日，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12月1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上沿，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，在401附近。那我们认为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，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能够继续上涨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那一旦出现回档呢，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走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4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329附近。那最后一次加仓呢，是在12月6日收盘价5%加仓。好，那这个仓位呢，由于股价目前一直是在处于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所以一直是没有被停利或止损出场。那么到了12月10日收盘价在400.99这个位置，对于这个仓位，我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虽然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和上涨，但是收盘价不过前高，也就是没有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405，在这个位置。
并没有站上它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好，那么这45%的仓位到了12月1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378，也就是守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当然也可以守5日均线值在390附近。其实停利啊，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实际上，目前股价在获利的情况下，每一个点位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好，那么停利的位置我们给出是378之后，我们再给出止损位。止损位我们继续守20均线值，是在对于12月11日。20均线值将会到达353，也就是股价当回档跌破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是可以止损出场的。虽然这个止损位啊，在我们的成本位329之上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操作呢，通常股价回档跌破20均线值，应该是止损出场的。即使是盈利，我们也会把它称作叫止损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，当然就是上方的414，或者说是从410到414这个区间，这是多头一定要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327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目前两个压力位，一个是410前高，另外一个就是414。当然在414之上，每一个点位都是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389在这个位置到392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正好是前一日这根 K 线最低，也在这个范围内。好，那第二个支撑呢，就是这个吊人线的最低378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369到370之间。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352到353之间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出现上行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415，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412附近。好，那出现这样继续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继续出现这样的上涨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3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386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